今天呢，我想跟你聊一种水果。你一定吃过苹果、香蕉、葡萄，但是你吃过甘蔗吗？在中国南方，街边经常有人卖甘蔗，有时是一整根，有时已经削好皮，切成一段一段的。它长得不像普通的水果，更像一根高高的竹子，外面是硬硬的皮，里面是充满汁水的白色纤维。吃甘蔗其实挺费力气，你得先把硬皮咬开，再慢慢嚼。甜甜的汁水瞬间充满整个口腔。嚼干了，渣子吐掉，再来一口。甘蔗有一个规律，越靠近根部越甜，越靠近顶端越淡，甚至有点涩。如果我现在递给你一根甘蔗，你会先从哪里吃呢？我猜大多数人都会先吃更甜的那头。可是在古代，有一个人偏偏不这么做。这个人叫顾恺之。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是公元4世纪左右，历史上的东晋时期。他是了不起的画家，他画过一幅画叫《洛神赋图》。画里有一位女神，衣带随风飘动，好像随时会飞走一样。他不只是画家，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。当时的人评价他用了3个词，说他有3绝：才绝、画绝、痴绝。才绝就是说他才华横溢，什么都会。画绝是说他画画的技巧天下第一。那痴绝是什么意思呢？痴就是说这个人有点傻，不是说他真傻，而是有点可爱的认真劲儿。故事就发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一阵微风吹过，柳树的枝条轻轻摇晃。顾恺之和他的朋友们正坐在院子里聊天。有朋友带来了一些新鲜砍下来的甘蔗，大家就开始一边吃一边聊。朋友们自然而然的都挑最甜的根部吃，咔嚓咔嚓，甜滋滋的，汁水都溅出来了。可是朋友偶然看向旁边的顾恺之，却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。顾恺之手里拿着的是甘蔗的最上面，他正在一口一口的用力嚼着那段最不甜、最干涩的地方，嚼得很认真，腮帮子一鼓一鼓的。朋友们看着他，忍不住笑着问：老顾啊，我们吃甘蔗都挑最甜的那头先吃，你怎么反着来呢？顾恺之愣了一下，看看自己手里的甘蔗梢头，好像自己也没意识到这个问题。然后他把嘴里嚼得差不多的渣子吐掉，用袖子蹭蹭嘴角，认真地说：哎呀，我这叫渐至佳境。渐就是慢慢的，一点一点的，至就是到达，佳境就是美好的境界。顾恺之的意思是说，我从最不甜的地方开始吃，我每往下吃一口，都会发现比上一口更甜。
我的快乐是慢慢累积的，我是慢慢的走进一个越来越美好的境界里去啊。后来这4个字演变成了一个非常优美的成语，渐入佳境。它是在说事情不是一下子就到最好，而是一步一步越往深处越迷人。有些好东西本来就不是一下子就给你的，它要你慢一点，要你先经过一点平淡，才慢慢尝到甜。比如一本书，刚开始看也许觉得平平的，可你只要耐心读下去，后面越来越好看，忽然就放不下了。比如一个人，刚认识的时候觉得很普通，可相处久了，才发现这个人越来越有意思。其实茶也是这样，喝进去的第一口往往并不惊艳，甚至带着一点点苦涩。可是当你咽下去之后，停顿几秒钟，嘴巴里会慢慢泛起一股清甜，我们管这个叫回甘。有时候期待的过程比到达终点还甜，这大概就是顾恺之从甘蔗里嚼出来的味道吧。